家好，我叫做 Vicky，我的中文名叫邢丹宁，然后我外婆叫杨丹凤，我们当中的字是一样的，我现在是在 UC Irvine 做历史学的 PhD 学生，我现在2年级，然后我之前的主要的方法论就是口述史，然后我主要之前做的口述史分2档，如果包括这个的话就有3档了。我之前做的口述史主要是关于经历过2战的，尤其是跟性暴力系统有关的老人做口述史。然后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跟我个人的身份有关。我第二个主要做的口述史是跟有性少数，尤其是双犯经验的年轻人做口述史。然后第3个部分呢，就是我跟我外婆做口述史，这是独一份的。我跟外婆聊天的经验。对，然后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对于有2个，一个是给口述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介绍，笼统介绍，然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对于奥坡曼的这个口述史进行一个介绍。然后前面那个雨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了。我们主要呢是针对老年女性，然后想要做口述史，然后是希望我们可以去向周围的一些母辈，然后祖母辈的人进行口述史采访的。然后，在我接下来做这个口述史的时候，我是抱着 assumption，就是说，在今天来参与的朋友，接下来都是会参与的。然后，所以说大家可以把我这个口述史看成一个说服大家的过程。然后，先在 chat 里发几份文件。对，然后这2份都是雨欣老师做的，就是关于口述史的介绍，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细的、非常缜密的口述史的提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希望大家接下来在听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也可以一直 brainstorm 一下，自己可以去找哪一位老人进行口述史。对，那我们先从书面的开始说起，就是我们项目呢，致力是收集并且保存那些亲历20世纪重大历史转折的女性生命史。然后我们有所谓3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解构宏大叙事，还原女性在战争、革命、经济变革中的具体实践，挑战传统史学中的性别盲点。第二个是建构代际对话，揭示母亲、祖母辈的经验如何持续影响当代性别政治。第三个是扩展档案边界，包括情感、身体记忆以及日常抗争的非典型历史资料库。那这些都是很大的词汇，然后他们可能比较拗口，也比较深奥，所以我想要先花点时间，我们一起 unpack 一下口述史到底是什么，然后口述史在学术上的意义。说到口述史，我们就要从大家最喜欢的一本书说起了，就是 Hershatter 的《性别的记忆》（The Gender of Memory）。这本书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它的中文和英语版本都在 Hershatter，就是左下角的这个网站有嗯原份的全文。好，然后呃，对，这本书讲的是72位农村妇女对于1950年到1960年，可以 mute 一下。1950年到1960年一系列运动的记忆，然后这本书是由 Hershatter 和高晓贤老师同时进行的。那对于中国历史比较模糊的大家来说，1950年到1960年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发生了婚姻法的改革、土地改革、思想改造，百花齐放、反用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然后，但是这些问题。在对这些事情的历史研究的时候，贺晓老师突然发现，他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对这方面的历史的探讨，呃，别说是农村女性了，对于女性的记载都很少。所以说，他就开始在90年去了陕西农村，并且问陕西农村妇女一个问题：这些所有很大的运动，他只用一个问题问，就是那个时候你的生命中发生了点什么？对，然后他在这里写到说，我在读第3段，他们在农村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村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则以前往国内沿海城市或国外去务工谋生。在这些被掏空的村庄里，除了偶尔1、2个废弃的集体食堂外，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或者记忆的场所。这些妇女们讲述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想听他们的故事，或者了解那个他们曾经生活的，但如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物质和话语痕迹的世界。物质和话语痕迹的消亡，就是他想要做口述史的原因。那物质和话语痕迹分别代表着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物质开始说起。我觉得物质可以分成3个，
一个就是空间。第一个就是空间，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空间理解成，人是社会关系定义的，而社会关系是在空间中发生的。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妈妈，可以是女儿，可以是姐妹，可以是照顾者。在我们在食堂里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午休的劳动者，也可以是食堂里面打饭的阿姨，可以是那个食物的 provider。当那个建筑，当那个集体食堂消失的时候，它的那一层社会关系也一起消失了。它没有一个物质上的证据证明它作为那个身份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第二个呢，则是劳动记忆。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有砸钢卖铁的记忆，砸钢卖铁，砸的钢卖的铁去了哪儿？砸钢卖铁成为了哪里的基建？他们可能看不到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把一些个人经历和一些宏大的叙事画上等号。但是他们可能记得砸钢卖铁的时候天气很热，他们可能记得那个汗流到眼睛里的时候的感觉。然后所以说这些劳动的记忆就变成了肌肉记忆、情感和身体记忆，这些都不会在档案当中被记载。那第三个也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就是人的物质也是在慢慢变小的。然后我是在听播客的时候随机波动，张志奇主播他说了一个很妙的比喻，他说他衰老的姥姥像是一颗红枣一样了。他指的是说，他每次回去看姥姥的时候，他占据的空间都越来越小，然后在房间里面缩成小小的一团。然后我就在思考，好像人变了，就是一个人的物质缩小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呃，一个人他的身高也变小了，占的空间也变小了。而一般老人他们的排泄物，就他们产生的垃圾，比如说他们的排泄物和他们吃的东西产生的垃圾，这方面的情感和物体的和 physical 的 labor，往往是被一些女性亲属所承担的。而因为他们的承担往往是女性，所以说在社会层面上很少看到他们的物质。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衰老而变得慢慢变小、变小而变得不见的过程当中，社会上的很多科技，就比如说火葬，就会让人变得不见的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的 efficient，让人变得更加 disposable，更好抛弃。那接下来黑沙特讲的另外一个话语痕迹的消亡指的是什么呢？相信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做历史的时候需要文献，需要档案。对，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历史的一个很大的批判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依赖于书写的档案，就是像这种档案，然后这种档案就有个问题，首先你记录下它的人，他必须得是识字的。那什么样的人在历史当中可能是识字呢？他们可能大多数是男性，大多数是领导阶层。那一些没有那个书写能力的女性，她很多时候她就会在话语痕迹上是消亡的。就比如说大家看这个，这是我外公的日记，大家就算我给你们了，你们也看不懂是什么。所以说，当一个人就算能够书写，也不代表他在历史上是有话语痕迹的。好的，哦，那如果物质和劳动、物质和话语的消亡是我们想要做口述史的原因，那我们对，如果说物质和话语痕迹的消亡是我们想要做口述史的原因，那我们做口述史是想要得到什么呢？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听到过，说我们做口述史是想要记录声音。那声音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要声音，是想要单纯录下来自己祖母的声音，以后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想念他们可以听吗？我们是想要通过采纳所谓不同的视角来还原历史上的某一种真实呢？还是这是一个本质上就非常 political 的举动？我们希望通过让这些女性发声，来直接展示出历史还有社会上的女性待遇不公，并且争取权益呢？无论是哪一种想象，他们都没有对错而言，但是他们都有相应对他们的批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是想要他们发声，我们是想要争取权益，那我们在记录的时候，是不是会潜意识的期待一种学术的或者女权上的声音，并且因为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期待，它肯定会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们想要听的故事，我们问的问题，还有我们选择转录下来的文字。因为转录真的很麻烦。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看到口述史，它是非常非常基于关系 relational 的一种学术模式，受访者和访谈人的关系几乎影响到了整个权利产生、知识产生的过程。嗯，对，所以说。
回到黑 shutter，虽然我们对声音的期待有多少，我们对期待，我们对于这个声音的批判就可以有多少，但是因为口述史它本来说就是不能规避很多伦理的讨论，我们可以说口述史和任何一个知识产生都一样，它都是带着有剥削意义的知识产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不用做有一个答案、有个对错的判断。我觉得比起对于声音的定义，更让我雀跃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想要对声音、对于那个声音的渴望。我们从根本上共享的是想要记录声音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对错，之后再被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那个对话。回到 Hershatter 他写的这句话，他说：“我担忧有关那段历史的可能的资料，铭记那些年的人们的声音会很快变得难以获取。去发现，在农村妇女身上发生了什么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采访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世的妇女们。本项研究计划也开始于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对于声音好和坏可能没有判断，但是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去获得那个声音的时间。我们在跟一个人的物质的消亡进行一个赛跑。好，那接下来聊到我们具体的我做的口述史。嗯，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关键点：物质、声音和话语，这三个充满着矛盾和张力的魅力的东西，会让我们实际上做口述史的时候产生非常多的乐趣。我觉得，而且我们这个 Upper m o n 的口述史不是希望你跟你有关系，你的外公外婆、你的外婆和你妈妈进行口述史吗？我们和他们的这一层亲缘关系，会处理很多伦理的问题的同时，让一切关系都变得非常的复杂。就比如说物质，我们本身就是这些奶奶姥姥辈他们的物质，他们的。我的外婆生了我的妈妈，我妈妈生了我。就算我跟我外婆不是一个生物的关系，她做的每一顿饭，她做的每个清扫的工作，都塑造成了我现在的我。所以我想要理解他们，我想要知道他们的声音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如果我们以后发 paper，没有人敢质疑你想要获得他们声音的这个合理权。是的，所以说在接下来的 presentation 当中，我将围绕着我和杨丹凤女士，就是我外婆的口述史和2篇文章来探讨这三个主题，就是物质、话语和身体声音，然后通过对话讨论口述史的方法论、伦理以及意义。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照片最右边的这位女士就是杨丹凤，她是我的外婆，然后她是一个摩羯座的非常爱讲八卦的女人。然后中间那个位置不是我，是我阿姨，但她坐着我做口述史的时候的位置。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外公周祥生，他在我跟外婆聊天的时候一直在炒股票，很少说话，但是我外婆有的时候会让他说话。然后我们在进行口述史的那个房间是书房，但是我小时候家的小房间，那个是我外婆的。外婆家他们唯一愿意开空调的房间，所以说几乎我们整个家的所有活动都在小房间进行。嗯。然后我寒假回国的时候，我跟我外婆聊了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口述史在书房中进行，然后我们一共聊了6小时。其实这是对于口述史的标准来说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然后一共分了3天聊天，然后在第一天的时候聊天其实不是很顺利，然后接下来2天变得非常非常顺利。我们也会分析一下为什么接下来2天变得顺利。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就结合着文献2篇 reading 一起来说吧。大家有做 reading 吗？没做也没关系哈。是姥姥，对，是我妈妈的妈妈。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对于外婆的"外"这个字的批判，但是在我认识字之前，我就叫我外婆阿布了。所以说，在我知道阿布的"对应""外"之前，我就一直称呼她为这个。所以说我还是坚持会在这个口述史当中叫她阿布，但是我觉得这个批判是对的。好，第一个就是 reticence，reticence 有很多的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最恰当的一个翻译就是回避。reticence in oral history interviews，然后作者是 Leonard Lehman，然后他这个口述史是对于一个工厂的工厂工人进行的口述史。然后他在做口述史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工厂工人不愿意谈起一起工厂的意外。然后我先读下这段话。
他说，Using reticence to curtain or close off topics from discussion is primarily an assertion of narrator's authority. I distinguish reticence, the exercise of the narrator's agency through conversational shift intended to limit dialogue on specific matters, from silence, that which is unspoken. Luisa Passerini, in distinguishing silence from forgetting and oblivion, argued that silence is as much concerned with remembering as with forgetting. Similarly, most areas of reticence are burned deeply into the memory, while others appear less consequential. None have been forgotten. 所以说，他强调的点就是说，口述史当中的回避，跟忘记没有关系，更跟记下，就跟他的记忆反而有很强的关系。然后他这个回避的概念最基础的一点就是所谓的 share authority，就是口述史它是一个共享权威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聊到口述史，我们会批判说口述史是一个有非常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一种学历生产模式。当访谈的人问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受访者就必须得回答那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受访者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回避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他可以假装自己忘了，可能回避，还有可能侮辱你，还有可能殴打你，这些都是他行使权威的一个方法。但是所以说在这篇文章当中的时候，Leonard Lehman 他就总结了几个他觉得会造成回避的方法的问题。一个是当你的问题冒犯到了人家。当人家会觉得说跟你交浅言深，或者当人家很多时候会觉得说你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凭什么问我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性别，他觉得说很多的男的工人会回避讨论所谓的八卦，认为八卦是女性化的，认为八卦跟正统历史没有关系。第三个也很好理解，就是创伤。当我们问的问题可能涉及到他们不愿意跟你谈起的话题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回避。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当私人记忆不等同于公共。好。没有他。嗯，好，对，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女性可能会觉得说，呃，就是节育反或节育环和打胎是非常非常创伤的记忆，但如果整个公共记忆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敢说出来他们的反对，对。然后最后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reticence，我们作为访谈的人的时候，我们回避的问题在哪儿？我们什么时候感到回避？我们的生理反应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点。好，那我们用一下我跟外婆的一个聊天开始吧。我说 VH 是我 DF 是我外婆。我说外婆，你再跟我说说你的兄弟姐妹吧。她说我们很平凡的，没什么话头的，就是小学、中学、高中。我说你慢慢和我说你上学的地方，同学怎么样。她说我们最平淡了。我说外婆，我最喜欢平淡了。我跟你说，历史上平淡的、平常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写下来，写下来都是美国怎么样，政策怎么样。她突然话一转说，哎，你在美国怕不怕？我说不怕了。他说我们不懂这些，看到新闻就觉得都跟你有关。特朗普真的是，我说特朗普脑子瓦特了。他说这个人真的脑子瓦特了。13点，你们现在在那里电视里一下就说什么什么好危险。我说，所以我跟你说，历史学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谁，但我们不知道杨丹凤是谁。他说知道我是谁干嘛？我说就应该知道你是谁，不应该知道他是谁。他说他是国家领袖啊。我说。但是他是国家领袖，他的政策影响到了这么远的像外婆一样的生活的人的生活，让外婆看新闻看得很担心我，这就是重要的历史。他说：“哦，重要的历史，但是你看我嘛，我有的时候很没有能力的。”我说：“你很有能力的。”他说：“啊，那有能力的话，我们就是希望你回来，早点回国，读好书以后快点回来，像你姐姐一样结婚生小孩。”我觉得这段对话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外婆她认为她平淡的事情不等于公共记忆，她认为自己发生的事情是不被值得记载下来的记忆，她认为她的个人经历所谓平淡的事情是不是记忆的？那什么东西是记忆呢？她觉得什么东西是历史呢？她觉得跟国家领袖有关的东西是历史。所以现在我就在很努力的给我外婆权威，我肯定她。我说外婆，你是很重要的，你发生的事情很值得被记载，我很爱你，你有权威。她立马就拿我给她的这个权威开始逼婚，然后开始做一些她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在我跟我外婆做口述史的过程当中，她永远是不会失权的，因为这个口述史会结束，但她作为我的长辈，她作为外婆，她永远在我身上是有权威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对于
这个口述史的访谈和他自己做外婆的身份进行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很有魅力的转折和挪用。对，所以说我跟我外婆的这3场口述史是由我和她的回避构成的，当中有很多是我能撬开的话题，我撬不开的话题，还有很多是我问不出口的话题。其中有2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大家都有这个 doc 吧？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doc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我觉得我没有问出来的问题是在婚姻和亲密关系中，女性有表达权吗？您如何理解性与身体的关系？我没有问出来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写的不好。我觉得说里面有很多概念，比如说亲密关系、女性表达权、性与身体的关系，我觉得这些词汇我外婆根本不知道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跟他问他这个问题，他可能也回答不出来什么我想要听的答案。但是我之后在思考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当我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好像可以通过他对这些词的理解，我可以大概猜测到他对这些词他是怎么理解，他认为女性的表达权是什么，或者等等等等。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更好的表达方法。但是我想要include 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有的问题它就算写的不是很好，我们问出口了以后，还是可以达到很有意思的回答。我们口述史的顺利与否和我们问题写的好不好没有关系。有的问题它如果很冒犯，有的问题可能也很烦人，但是你可以激起他的回应，这点也非常的有值得研究的意义。那第二个我没有能问出口的问题，就是跟我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回避的问题，就是您是否有听过或者接触过同性恋？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恨死写问题的人了。有没有接触过跨性别者？然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如何？然后我没有问出来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我跟我妈出柜了以后关系变得很僵，我暂时不想跟外婆出轨。所以说，在我意识到我问不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因为我发现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完口述史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受访者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我们可能问的问题伤害到了他们，触及到了他们的创伤，但是我们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了。但是像我前面说的，口述史可以结束，我外婆永远是我外婆。我在跟我外婆做口述史的时候，我需要负的责任比之前的任何一场口述史都要多得多得多。所以说，在跟我外婆做口述史的时候，她永远不是失权的。我需要做一个比起学术标准更加的 comprehensive、更加的个人的所谓风险评估。然后这个点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安心。然后因为没有人可以去给你和你外婆的关系做一个善后，没有人可以帮你处理这段关系。好，那第二个我想要哦，还有一个就是，虽然很多问题我没有回避出来，但是这个口述史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我跟外婆沟通的幌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但是我跟我外婆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包括我知道很多经历过战争的女性也都是这样的，她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提到她们对她们来说特别创伤的记忆，然后可能跟他们从小一起生活的人。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孙女都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跟我外婆也是这样，我几乎没有听过她年轻时候的故事，每天进行的对话都是围绕着我们家的家人和一些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跟我外婆做口述史，她帮我完成一个所谓学校的项目，比我跟她没有由来的聊天的聊心，对她来说更好接受。我也可以借着这个幌子问一些我一直很好奇的，但是一直没有能问出口的问题。嗯，第二个我想要讨论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article，然后是 Tamara Gales Vernick 的一本书。是一个篇文章，叫做《Life's History and Sites of Recollection》。他做的东西其实跟我们很相似，他是在非洲做口述史，然后他做的叫做 Life History 生命历史。我们前面看那篇文章，它是针对工厂的口述史，就是针对一个事件，但是这个是关于一整个生命的历史，就是他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刚开始做口述史的时候，就跟女性一对一的对话，然后但是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很多人敷衍他或者不信任他，不想跟他进行对话。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对话的人往往跟我们已经有先行的关系了啊。然后但是他就做了一个改善。
他就是说，他发现很多人的生命并不在对话当中，而是在 embodied in fields, a tree, a document, a person's stomach, or a corner of an elderly woman's kitchen. 他说，I eventually stopped interviewing and resorted to an old activity that I had undertaken when I was a Peace Corps volunteer. I went to work in the fields. Farmers always enjoy discussing their fields. People do not always articulate their life in the context of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s. These moments in fields, forests, and houses eloquently illustrated the multitude of non-narrative possibilities, remembering, condensing, and even creating a life. 这段话写的太好了。他说的就是一个女人的生命，她的生命往往不是通过对话而产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雨欣问我说：“Vicky，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女同性恋的？”我应该不会说，哦，我读了很多的女权的书了以后，巴特勒的书了以后，我意识到性向是流动的，然后因此我意识到了自己是女同性恋。我可能会形容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我可能会形容初中的时候暗恋的一个人，我应该不会说，我很难，我应该不会，是通过跟人对话，然后意识到我是女同性恋。同样的，我们怎么理解，比如说比较大的抽象的词，比如说自由呢？我们很多人还应该不会通过对话而意识到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可能通过疫情、通过风控、通过饥饿，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很多时候，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尤其是特别大的问题，什么是妇女，什么是自由，怎么是性少数，我们都抱着一个想要回答的，我们都抱着一个想要听到的回答去问。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他们说话，然后通过他们的说话去总结、去读他们认为的自由、他们认为的性、他们认为的性少数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工作。对。对，同样的，对于那个时候的女性来说，她们什么时候认为自己是女性，什么时候认为到自己是妇女？你问她们说妇女是什么，80%-90%的奶奶都会跟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这跟她们真实的妇女经验可能不一样，只是因为讲到妇女的时候，她们就 input output 说到这个，他们就想到这个，他们就讲出来了。但实际上跟他们的个人经验可能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可能通过看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报纸上化妆品化妆，通过生育，通过很多很多一系列的生活体验，意识到什么是女性，什么是妇女这些东西。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打开他们记忆和话匣子，让他们聊天。我们要解读啊，对，沟通是很困难的。说到沟通很困难，我有两个非常喜欢用的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说这个右上角的链接也会有，是南加州大学的一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行幸存者的一个口述史的库。我们在跟老人做口述史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会写下来一个很细致的稿子，就像我们在那个我们 appointment 一样。但是在真的你问问题的时候，这些稿子都必须有变形。我之前在珠海那边做口述史，然后是跟一个那个时候已经快100岁的老人做口述史，然后我不会粤语，然后我更不会珠海方言的粤语，然后他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听力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写的问题是，比如说，啊，老爷爷。日本进城的时候，您在哪儿？您生活是怎么样的？我这样说的时候，他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要很大声的喊出来我想要问的问题，然后只喊一些关键字，然后他听懂那些关键词了以后，就会沿着说。就比如说，我想要问他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在珠海那边有个小镇叫三灶岛，然后日本2战侵华的时候，在三灶岛进行了屠村，所以说那个村子里16岁以上的老人，其实16岁以上的年轻人都被杀掉了。除了我那个时候的受访者，他为什么被留下来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懂一点点的医疗技术，而日军占领三灶岛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带了很多的性暴力受害者的，就是所谓慰安妇，所以说他们需要一个年轻的人来对这些女性进行一个性病的检查。然后所以说，呃，他们就让这位老人活下来了。所以说，我在跟这个爷爷做口述史的时候，我一开始很担心创伤，我非常非常的懂礼貌，但是我这样子的问题反而都问不出答案，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我大喊出来，比如说强奸，比如说鬼子，他才听得懂我想要问什么问题，然后他才会开始进行回答。但是这个口述史最有效的一点就是说，我那时候带了一个道具，我带了一个鸭嘴钳。
然后一下子就有效果了。那个老爷爷他一下子就着这个鸭嘴钳跟我讲了一下那个时候的妇科检查是怎么做的，然后让我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嗯，对，然后这是我那时候在听南京大屠杀口述史的时候记的一个笔记，就是在我们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问题简化、口语大声，像我刚刚说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才可以跟这些年纪比较大的老的人进行沟通。然后在南京大屠杀那个口述史的时候，那个访谈的人，就是那个问问题的人，他在跟老人沟通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很变形的。但是他一旦跟别的人沟通，比如说跟兽医师的沟通的时候，他的声音又变得像我们平时一样，又变得很有礼貌，又变得很书面。然后这个时候，老人又一下子很明显，他不懂你们在问什么了。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当我们跟我们平时的生活的温存，就是无论是方言也好，无论是年龄也好，就是有差异的人沟通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点就会让我非常的伤心。所以说，跟我外婆聊天，更让我感觉非常幸福。我们等会儿看到为什么。对，我前面讲到，我第一次跟我外婆聊天的时候是不顺利的，但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口述史的时候很顺利。当中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我的外婆她主动的带我去了她小时候生活的小区，叫上海新村。照片的右边是我外婆三姐妹，杨山凤、杨丹凤、杨丽凤，是很典型的三个姐姐两个弟弟的家庭组合。然后我外婆是五个小孩中的老大。所以说，在上海新村，我们去上海新村的体验，让他想起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的人，那个人就是我的外婆的外婆。就是那个时候，外婆在上海新村长大，但是她的外婆是住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的。然后那时候是在散步的时候，她想起来说，她的外婆为了照顾她，有的时候会为了省钱，会先走一段路，然后再坐公交车再去接她。然后她就是看到那个公交车，然后想起了她的外婆的外婆的故事，然后正好想到，哎，你不是在做口述史吗？然后我们第二次聊天，他跟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好，我小时候太小了，很瘦，他一直把我关在房间里面，我们五个小孩挤在那个房间里，都是他一手带大的，包括妈妈、两个阿姨、舅舅、小舅舅，还有孙女，他的手很巧。我外婆的外婆，她是一个用现在学术的话来说，就是 urban poor 的这样的一个 class。她是那个时候是在上海的难民营当中生活，在日军来二战的时候。然后在难民营里，她失去了她的丈夫，然后就一个人拉着她两个年纪很小的弟弟和我外婆的妈妈，我的太太长大的。但是过了2年，因为难民营的经济不好，所以就把他们赶出来了。然后我的外婆的外婆就住在了上海最市中心的一个地方的难民窟。他们为什么会生活在那样的一个难民窟里呢？因为住在那一整个小区的人都是为附近的繁华的上海工人，上海的社区打工的人。我外婆的外婆她是一个钟点工，然后白天做钟点工，晚上做缝纫的一些活。她周围的很多人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处理粪便的，然后或者倒垃圾的人。他们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做着最脏的活，因为他们要维持上海的一整个的运行的干净的、卫生的运行。在这里，我问他的问题是：外婆长大的那个房间，外婆的家那个房间的光线好不好？他跟我说，那个房间里面的光线非常不好，到了晚上有一个吊着的灯泡，有一个白色的灯泡。我总记得有的时候落雨了就很尴尬，拿一个面盆接着那个天台，房子差呀。最害怕的是那个时候天气冷，有热水袋，但是买不起。外婆就拿一个瓶，那个叫什么大口瓶还是小口瓶？外婆怕我冷，拿那个塞里面。我外公说原木的，外婆说对的，原木塞头。拿开水烧开了以后，就用陶瓷的像是酒一样的瓶子放在床上了。睡到一半要死了，那个塞头掉了，整个床上都是水。外婆大笑。我说啊，不快要死特了，床上都是水。我们娘就特别好，她说丹凤啊，快起来，让她收拾。好不像啊，她跟我说，一瓶水就这样洒了。周祥生就是那种原木塞的，我们邻居看了以后都说要死了，里面房间小的被子晒都没有办法晒，整个邻居都认识我，看到我就说阿香你来啦，阿香你来啦。唉，
对，通过回忆外婆的外婆，通过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小区，我了解到她的童年和一整个在上海那个时候城市贫民窟的生活和社群的体验。就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问她说，为什么邻居也叫外婆的外婆外婆，为什么邻居也叫外婆叫外甥女？她就说，因为她从小在那里生活，每一个人都是以一个亲属关系去 refer 别人的。如果让我现在说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一个经过外婆的浪漫化的社群关系，他们可能通过一个 maintain 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来支撑自己在上海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的生活。但是，比起解读它，我更加感叹的是所谓语言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语言。我在问外婆问题的时候，相信大家到现在也听出来了，就是我其实不是很会讲上海话。我会讲上海话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跟我外婆沟通。所以说，当我跟外婆沟通的时候，当我遇到我不会表达的词的时候，就代表我跟我外婆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比如说，她跟我说，邻居看到我都说阿桑尼来了，阿桑尼来了，南瓜也送过来，迪露素也送过来，我就不知道迪露素是什么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迪露素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不知道具体的谷物，现在不吃的谷物的上海话，我不知道历史事件的上海话，然后我也听不懂，比如说像是痰盂啊、夜壶啊，比如说香烟的牌子和一些现在不用的上海话，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用上海话称呼我外婆的外婆，我知道我外婆的妈妈，我叫她太太，但是我不知道一个对于这样子的跟我有关系但是没有关系的女性。我该怎么用一个称呼去称呼她，所以我只能叫她是外婆的外婆。所以说，在每一次我在转入的时候，听到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听到我在用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的时候，我都知道，在我接触新词的时候，就是我更加了解我外婆的时候了。嗯。对，然后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讲的例子是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问的问题。我有阿姨，就是我妈妈的妹妹，然后我其中问了一个外婆，我觉得最好的问题就是问我外婆，她生妈妈和生阿姨哪一个比较难？我想先给大家听一下这一段的录音。去年4月廿5号，上海要号召所有的辣辣屋里的、休息的啥的，要到外滩报喜，到酒店。这样子，9点结束啊，6月6得来大了不得了哎，就是庆祝呀，第九次啥个成立啥个代表会结束，4月廿5号，侬做个记牢了，9年。她听得懂吗？好像有上海人了，有上海的朋友来翻译一下。好像有看到评论区有会上海话的朋友。对，然后反正就是，呃，跟大家稍微感觉一下，但是是这样子的故事的。我妈妈，我外婆生我妈妈那时候是在1969年的4月25号，就是所谓的九大结束的一天。那个时候，上海要号召所有的在家里的休息的什么人都去外滩报喜。所以说，对对对对对，哇，太好了！评论区有听得懂的人，太好了。嗯，对，然后所以说我外婆对于接生我妈妈的印象就是说那一天在一个重要的节假点，她羊水破了，然后得去医院，然后等我外公把她送去医院的时候，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往医院的外面跑，因为他们得去给党庆生。那个时候正在文化大革命，不去及时庆生的人，第二天要被批斗。所以说，当我外婆一个人在医院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去为党庆生了。我妈妈没有人给她接生，她说，她就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医院里，从晚上7点一直待到了第二天早上的8点。那个时候，整个医院里面只有一个扫地的人，那个扫地人说要死了，你今天不能来生啊。然后外婆就说这个我又控制不了。然后，但是第二天早上等有医生来早班的时候，我妈妈就已经没有胎心了，外婆就是小青就在里面闷死了10多个钟头，小青是我妈妈的小名。对，然后后来早上8点多的时候，医生就给我妈妈抢救，然后打她屁股，我妈妈才醒过来。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听到我妈妈命很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命硬，的故事。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谁听到都会认为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历史的故事，是一个在什么档案里大家都会重视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样的一段特别的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和一段很有历史价值的故事，在我外婆的眼里来说是不重要的事儿，所以说她一直没有跟我讲过。那所以说这个 conclusion，我跟我外婆做口述时获得了什么呢？我获得了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我更加的了解它了。对于我来说，一个做了很多的创伤相关的口述史的人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做完口述史以后，感觉非常非常幸福，感觉很开心。然后也学了很多的上海话。所以说我得出来我的 conclusion 就是口述史是为了亲近存，为了亲近存在的，口述史是为了亲近而存在的，是亲近想要亲近的对象的一种方法。口述史的 best and happiest practice 是跟你关系矛盾但是想要进一步认识的人沟通。然后我觉得反思自己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是受访者的物质和话语。请你依赖你和他的关系，允许尴尬回避，并且利用口述史的机会来开启对话。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讲完了，雨欣。哎，Vicky 老师真的春风拂面，感觉如果哪天能被 Vicky 老师做口述史的采访，那一定非常的幸福，就像 Vicky 老师的这些祖奶奶们一样。Vicky 老师再去多采访一些人嘛。那我们再看一看大家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现在 Are we ready？想背口述史，哎，珊珊老师也想背口述史。没有，注意分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采访祖奶奶的，有没有 ready？大家，哎，那个 Vicky 老师给我们的 press 有没有 那个ready 呀？最后来分享一下，就是觉得我们的 恨不 press 得怎么最立马开后怎么 始录口述史。Vicky 老师来分享一下，作为 Project Lead 最后的这个口述史的项目会 archive 在哪里？然后本着对大家祖奶奶负责的态度，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就我们不是收到了就随便 PO 的，这是对，一个非常专业的流程。我们有请 Vicky 老师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就是我隆重的们介绍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很厉害的 press，就是有一个 position press，对于搞历史的人来说很厉害啊，但我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厉害不厉害。但是会有一个专门放大家文献的地方，然后大家在交文献，就在交这个转录稿之前，或者雨欣其实夸下海口说可以，我们只交录音，然后他给我们做这个转录的工作。然后我不知道雨欣那边的技术可以做到多少。但是我们最后是可以把所有的口述史都放在一个网站上，然后供以后的研究者去参考的。但是我们在上交口述史的转录稿之前，我们其实是可以任意的做删减，然后也可以说，我希望这个口述史可以立马被看到，或者说我希望这个口述史10年以后被看到，我们可以做任何程度的一个隐私保护。对，然后还有祖奶奶希望自己死后50年，比如说被看到的，然后这作为 Positions Press 也会支持，就是大家任何的方式想要 preserve 自己的 documents 都可以被尊重到，所以大嗯家关于 security 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因为首先我们有2位 senior historian 都是75岁以上，Professor Gail Hershadder 就刚才 Vicky 老师介绍和 Professor Tony Barlow 2位，现在都是我们的 Senior Advisors，他们会 ensure 这个 project 被非常 responsible 的进行下去。然后还有我们的 technical stack 也是在私有云上 host。如果大家有自己的 personal collection，希望自己保管，然后只给我们一些 key，然后或者做 encryption。任何有需要有的 technical 的需求，我们都可以支持。然后任何方式的收集都可以。如果奶奶们非常非常乐意的话，可以做 video。可以做 video footages，如果不行的话，audio 也可以。如果再不行的话，做 notes 也可以。任何形式的口述史的稿件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都会嗯收集。收集之后，在大家允许的情况下，
给研究者进行研究，然后大家都会拿到 citation，如果被 cite 的话，非常非常 likely 会被 cite，也就是说祖奶奶们的 experience 可以直接的贡献到我们现代的关于女性的革命的研究，女性的战争和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的研究里面，非常重要。对，但我还是觉得说，我们可能学术的用就是后话了。我觉得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棒的收获的，所以就算是为了自己，大家也可以做。是的，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就是嗯虽然说 deadline 才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对我来说做这个项目最急迫的点，实际上是，比如说我奶奶都已嗯，经86岁了，就是不知道大家祖母年纪多大，但我觉得确实应该抓紧时间跟他们沟通交流。对啊，17岁的时候，对，对我妈的影响特别大。其实，其实她一定要祖奶奶吗？不用啊，谁都可以。还有祖奶奶的朋友们，然后还有就路人，只要能采访到的都嗯嗯，可以。是的，对。嗯，而且那个前面点点老师说快要过年了，大家如果过年的话，就可以大家一起坐着访谈掉了。而且一般来说，就是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做口述史，对于他们回忆事情是有很多的帮助的，也会很好玩的。大家可以 practice 一下这个 exercise，因为不然大家如果聊天纯聊天的话，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聊些什么过年。然后现在跟祖奶奶就有话题可以聊了，聊聊她的过去，聊聊过去你像祖奶奶曾经年轻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时期，然后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跟我们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代和这个 temporal spatial 的。这整个 configuration 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能采访到，就可以把一部分女性非常真实的生命体验反馈到我们现代的 generation 里面，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的这个 piece of information。我看到有人提问，安黄老师，请问您要开麦来对话一下吗？好，我就是想问一下 Vicky，被催婚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我其实想要很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黑沙特老师来做口述史，不是口述史，他来 Outperform 做了一个访谈，然后我问他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对那些陕西的女性做口述史的时候，他难不难过？然后包括他个人，就是他这个人的情绪体验是什么样的？他那个时候回答我是说，呃。虽然他们讲了一些很糟糕的，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做口述史的时候，很专心，只是想要记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反而可以接受他催婚，反而可以接受他聊一些特别创伤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这次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带着一个去访谈他的目的去跟他聊天，所以在他聊到一些我觉得可能不要再这样了，就是他在聊到一些。说你快点结婚，然后或者他说一些恐同的话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啊，他爆猛料了，我要记下来，我要看怎么分析这段话。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coping mechanism，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能够跟他们心平气和聊天的一种方法。来介绍一下 Professor Hershadder，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他的著作们，一共有非常多本，然后其中非常 influential 的，就是首先他关于这个中国妓女的对，民国时期中国妓女以上海为这个蓝田野调，图的，对对。对为主要的那个，就是档案去查当时在上海区的一些妓女们她们的生活，然后从当地的政策和商人，还有这种从公共健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切这个问题或者是现象，非常值得看。然后也有中文版，好像在微信阅读上有。然后还有这一本是最相关的，就是 Vicky 老师一开始 refer 的这一本关于
陕西妇女的采访，然后里面有很多文革革命时期女性 cadres 怎么翻？就是官员中共当时官员妇联的官员也有，然后有很多关于计划生育，还有当时大跃进时期的采访，非常的相关。然后还有这一本是非常宏大的叙事，哎，真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本里面采访的口述史真的太棒了。这个29263老师要不要开麦分享一下关于近代史？，C C，您先说。啊，谢谢。我想问 Vicky 老师还有大家两个问题，我就先不开麦了。就是采访的地点有没有什么讲究？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在纽约，然后我估计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回国。然后我现在在学习的内容也是跟代际创伤很有关系，所以我一直很想采访我姥姥。嗯，但是我姥姥也是一个比较 defensive 的状态，所以，然后也是因为我姥爷之前也经历过战争，所以很复杂。然后在家里，如果在姥爷面前，我也很难去问他，我想把他单独约出去。然后，但我不知道，我说实话，今天我非常偶然的加入这个 Zoom meeting，就是我在一个神经多样性的群里面看到有人发，然后我就加进来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也特别有他们年龄上面的焦虑，嗯，然后嗯，就是我不知道说我找他们聊，我找我姥姥聊了之后，什么时候我再跟进一次，然后在之后我们的关系怎么处理呢？在接下来的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内，就就因为它也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所以我很好奇这两个点，对。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就是关系怎么处理。就是地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多人都必须得线上进行，然后线上进行也有它很多的方法论，我可以去找一下这相关的文献。我自己是，我之前做的关于线上的口述史都是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的口述史，所以就不太好套。然后大家就是，如果点点老师和慧老师，我想补充的也可以说，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把姥姥约出来讲，你可以跟姥姥去散步，然后可以去跟她。如果姥姥能散步的话，然后或者可以跟她在小房间聊天。我之所以这次没有把我外公分开来，是因为我外公在炒股的时候不会听我们说话，然后我外公耳朵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外公他完全听不懂我讲的上海话，所以没有关系。然后但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我觉得你无论是你把姥姥单独约出来讲，还是在姥爷也在的这个情况下跟他们俩一起沟通的话，我觉得都会有很有意思的结果。因为可能你可以去分析说，姥爷在的影响，姥爷在说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皱眉，或者姥姥说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看着姥爷。我觉得就是这些他们俩的互动都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的，你的结论也好，还是对于他们关系的理解也好。然后你前面讲到怎么去处理之后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但是也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我跟我外婆聊完这个口述史了以后，关系变好了，但是可能不是一个广义上的变好了，而是一些在很多很小的事情上我更了解她了。比如说，在做口述史之前，我们刚去吃饭。然后做口述史的时候聊到一个点是关于衰老，我也没有直接问他衰老的体验，我跟他聊起了他戴假牙。然后我是跟他，因为有这个机会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戴假牙多久多久，然后包括我才知道他是哪里戴的假牙，然后他也是第一次跟我说了，就是他吃饭的时候我给他夹的大多数菜他都是不能吃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就算是我跟我外婆，她可能做完口述史了以后关系变得复杂好或者不好，在一些小的我对她的了解之上，我都觉得我能够更好的照顾她了。所以说，我觉得只要你跟他发起这个对话，都会有很多就是意料之外的，你跟他的关系变深的地方。然后我会觉得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了解都是好的，但是这肯定是你要自己评估啊。像我就不会因为要跟我外婆了解，所以跟他出轨哈。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还是可以对，嗯，就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的，谢谢。然后嗯。
还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项目，就是如果如果我们可以投稿的话，就直接在那个网页上投吗？或者你们有没有个社群之类的？雨欣，Good question。我刚发了这个 email，这个 email 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联系，这个 email 一直都有人会查看。然后关于 Appleman 是负责收集的工作，然后整理和 archive 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 professional，会交给Positions Press，然后 Vicky 老师也在 Positions Press 工作，我也在 Positions Press，然后我是做 IT 的，Vicky 老师是负责整个 project lead，然后大家也看到 Vicky 老师的 academic credential 也会很让人放心，然后还有2位 senior historians 的支持，都在 press。所以会保证大家的数据能做到非常好的保护和隐私。然后之后，因为 Positions Press 是一个和学术机构们、大学们有很多合作的出版社，所以大家之后的这一些分享也都会在大家允许的情况下，会给大家发邮件，就每一个人的投稿都会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就只会 release metadata，如果感兴趣的话，会发给大家单独的 approve，然后 approve 了之后才会给 researchers 做相关的研究，然后研究出来的话都会 cite 到每一个人的采访的稿件里面。所以就整个流程是非常尊重，大家可以在每一步选择是否愿意跟 researchers 分享自己的祖母辈的这些口述史的经历的。Vicky 老师要是有兴趣加入我们项目组的 organization 和就是 logistic，也可以考虑加入 Appleman，然后可以进我们的项目组的群聊。哦，好的，了解，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媒介，不对，媒体就是我们是要用文字来记录，还是说，如果有语音或视频、照片什么都可以呢？根据信息学理论啊，那肯定是更 dense 的信息更好。就比如说 video 肯定大于 audio，肯定大于 note taking，肯定大于verbatim 的 transcription，肯定大于note taking。所以这是一个递递进的关系，就是关于信息含量。但是根据大家祖辈的这个隐私的需求可能不太一样，可以选择合适的。那如果最棒的能 preserve 完整信息的话，那应该还是 video，应该还是如果能录像的话，那肯定是最好。好的，了解，谢谢。Vicky 老师有什么 advice 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跟我外婆第一天聊天也是很尴尬的，然后也是没聊什么话题，所以说大家就是尽量多留点时间，然后就是允许自己失败，然后允许没有，因为口述史它的魅力点就是你所有失败都可以变成你分析的地方，所以说大家可以好好的拥抱失败，然后包括我跟我外婆聊天，聊了很多很多的八卦，然后所以说一下子因为留学，所以很多时候没有 catch up 的八卦，我现在都 catch up 了，所以这点也很幸福。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想 highlight，就是想强调一下，Vicky 说的这个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启动困难，或者有一些完美主义，觉得是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然后怎么样跟他们面对面的一次的把这个事情做成。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跟他们碎片化聊天，哪怕现在他们给你打一个微信视频，如果你想开始就可以开始，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分散在好多天，碎片化的聊，以及就像 Vicky 刚刚说的，有很多失败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如果愿意开始记录的话，现在其实就可以从日常的联络中开始记录，开始尝试着问一些提纲内有的问题，或者哪怕就是问问他们过往的经历，问问。就是当他们问你的学业的时候，你也问问他说你也好奇他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或者就是如果他们关心你的婚恋，你也问问他当时是怎么跟他以前的伴侣走在一起的。其实问问他以前的这些事，而且就是顺着话题的方向去问，都是办法，而且都是值得记录的。如果我们想记录的话，就其实它不需要是一个非常正式的。
就是好像要做一个项目一样的去做，其实可以碎片化的去做。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能听到我说话吗？哦，就是我姥姥她是90多岁了，她耳朵不太好，而且她不愿意戴助听器，所以没办法，视频沟通，就只能当面沟通。但我现在1年也就回家2次，就是只有戴在她耳朵上，对着耳朵讲，她才能听得到。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应该没有那么多次机会，我可能只有回家的那几天有机会说话。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项目的专业性比较强，我自己不是学历史的，我对文科，我一直学文科学的都很少。我之前在准备问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到他们那一代女性对一些词汇的理解。比如说，我姥姥她没读过书，她就不知道什么是妇联。我当时问她这个问题，她根本就听不懂。嗯，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还有就是，在准备问题的时候，需不需要就是把历史的时间轴给列出来，然后分析一下，在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对应的这个被采访人的年龄是多少，他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阶段，这样能更好的去问他问题。就是在准备问题的时候，需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分析？首先，那个29263，肯定没有人比你更会跟你姥姥做口述史了，就肯定不会有，就再怎么 train 的历史学家都不会有你更适合跟你姥姥聊天了，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前面你讲到听力的问题，这个我还挺有想要说的话的，因为像我前面说的嘛，很多跟我做访谈的大爷大妈，他们都是有听力问题的，然后包括就算听力不行，我讲的话他们肯定也听不懂，因为我说话挺小声的。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方法论，就是是那个 site of recollection 那个物质的方法论就很有效果了。我觉得你可以像我前面说的带一个他们可能知道的物件，然后或者说你可以给他们带一个照片，然后看着照片说，然后但是就算没有办法沟通，你也可以记下来他房间有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我之前做的一个口述史，那个奶奶很信佛，然后你每次跟她，我每次去找她的时候，我都会让她先给我算命，然后通过这个开始花茶，然后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一个老人他的生活的空间，他房间里有什么，他每天从床上走到客厅，走到洗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可能比你跟他聊天更能够展现出来她的生活。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女人的生命，她不一定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妨可以有一些比较挑战学术 convention 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做口述史，就算你可以做一个很细节的田野的调查，你可以在田野上面写好，说就是很细节的写你奶奶的房间有什么，或者你可以拍照，你可以录视频，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很好的代替一个口头上的沟通，或者去辅佐你这个口头上的沟通。对啊，对，很多人就是因为战争或者文革导致听力障碍的，超级多。对，这也是切入点。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忘，还有哪个部分 Vicky 老师你没有？看这个猫的最新的这个问题，天呐，这个 comment 嗯嗯嗯。devastating。对，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就做一个口述史的老人，他也是因为战争，然后毒气攻击，然后所以说失去了视力的，然后所以说，嗯，他的身体就和我们感兴趣的历史事件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要很强调一个所谓的历史上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每个历史在每个人身上留的痕迹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你的姥姥，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女性，而不是那个历史事件。我们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是很好奇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历史学家这么说。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也回应了刚刚 Crystal 在评论区里问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做这个口述史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用他们作为材料来得到所谓一些历史问题的所谓的答案。
因为口述史这个方法，它发明出来，从历史学角度来讲，它发明出来，它就不是一个传统的史学方法，它关注的并不是我们传统史学上强调的那些什么国家大事或者历史事实，就是在承认人的记忆和史实会有偏差，而且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但是这些记忆本身也是珍贵的和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口述史本身关注的就是人的记忆和人的记忆的多样性，而不是只是想通过人的记忆来还原所谓的史实。就是这个里面其实另外就是口述史为什么它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平等的关系。比如在我之前的学校，如果你是做别的访谈，你是需要申请那个 IRS，就要申请伦理委员会的各种东西的。但是做口述史是豁免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我们把口述史理解为不是一种把受访者当做受访资料，然后从中来获取研究数据的一种工具。我们是把受访者当作人，你在跟受访者交流，而且受访者是有主体性的。去访谈员的主要职责实际上是去倾听和引导他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就是访谈员带着一堆问题去向受访者要答案，并不是一种他是给我们答案的资源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们是去倾听和某种程度上支持他作为主体讲出自己的记忆，讲出自己的就是过往故事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它的价值实际上是在这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所有的他的所谓的缺陷，包括他的听力障碍和认知障碍，其实都是现在这个宝贵的记忆和经验的一部分。第一次听到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没有那么多 paperwork。还感谢点点老师，点点老师这个解释的太好。刚才 Crystal 老师的问题，你们两位有没有想回答一下呢？就是关于家里的老人可能有认知障碍，然后可能有这样一些困难。我觉得点点老师已经 address 的很好了。慧姐，你的工作有相关的吗？我感觉更相关一点。其实我慧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慧，然后我现在在那个三藩市的一个市政府主要是做艾滋，但我平时课余时间也有在做相关的这个定性研究，但我做的可能相对来说不偏口述史，因为我感觉口述史这个其实还挺考难度的。我做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偏定性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类似像就是一些小的项目。主要我们之前有做的项目有包括就是中国农村女性作为这个失智老人的照顾者，还有就是三明治家族如何看待孝道和自我之后养老的问题。然后，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其实刚刚大家提的问题都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也想在大家提的问题上面再提一个问题，请点点老师和 Vicky 老师帮忙解答一下。就在我做研究中发现，作为一个研究员，他其实像你们说，他其实有一些自己的主观的意识。那如何在这种就是采访或口述史中，如何减少自己的这种主观的意识，强加在这个你的受访者或者是姥姥或奶奶身上呢？我先说点点老师补充吧。我觉得没关系啊。我尤其是我跟我的那个，尤其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口述史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意的施加你的主观的情感，然后你在做口述史的时候也不用很去讲究所谓的边界，所谓的你要尊重它作为一个巴拉巴拉。因为我觉得像我前面讲的，你就是你奶奶的物质和话语的遗传，然后你对她的了解是比任何的学术上的关键、学术上的标准都要来的准确的。如果我们去听我的口述史的转录的话，我会问了很多很糟糕的问题。就这也是因为我的上海话水平不好，也是因为我就是想要通过一些
就比如说，我在问我外婆关于那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她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是平时做口述史的话，我意识到她不想要回答，我意识到她想要回避，我就会停止了。但是在问我外婆的时候，我胡搅蛮缠，我一直问她重复的问题，我像个就是复读机一样反复讲这个问题，然后才炸出来了那一点点回答。所以说，我觉得，在你跟你的姥姥还有你的外婆做口述史的时候，这个价值判断是完全是由你来做是最好的。点点老师。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觉得，首先你有这个自觉，就是你会觉察自己会不会太主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觉察，可以在做口述史的时候一直带有这个觉察。然后 Vicky 分享的经验也很宝贵，就是其实我们不用太追求完美，尤其是当口述对象是我们亲人的时候。刚刚也有人问说，感觉采访这些亲人很 tricky，会不会容易被他们 trigger？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像 Vicky 说的，如果是普通的受访者，可能有些问题你很难问，你怕破坏跟这个受访者的关系，你就不问了。但是反而是亲人的话，因为跟我们的关系很难摆脱，所以反而有的时候，如果你有些东西你想追问，你也可以厚着脸皮去追问或者怎么样。然后刚刚其实评论区里33也有提到，就是关于就是口述史的重点是术，以及可以关注他们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故事。那就让我想到，不管是我做按摩女工口述史，还是之前曾经在就是香港帮助就是老人院的老人讲他们生命故事，做他们的口述故事书的时候的一个项目。那这些项目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都会，就是如果他们是一个愿意涂涂画画的人，那么也可能会用绘画的方式。然后还有就 Vicky 刚刚说的，就有可能用他们熟悉的物件的方式。如果你能到他们那里，就如果你能在他们身边，在他们房间里发现一些比较旧的物品，你可以从问这个物品的来源开始。就虽然我们的材料里有一个非常细的提纲，涵盖方方面面内容，但其实在真的跟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去打开话题的，就是从他身边的他愿意讲的事情开始讲起，然后讲多了以后，可能就会建立这个信任关系。包括如果他要跟你扯一些跑题的事情，其实也有各种方式可以拉回来。然后就是其实不用去，就是对，就是不用太去拘泥说是不是问对了问题，或者是不是问的足够客观，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些都是可以不断调整的。张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就是在听到一些比较我讲叫比较冒犯的话的时候，我会我的经验是会引号替他找借口，就是我是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对方在说啊。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制度就是挺好的，我觉得他在保护我们怎么样？然后我听到别人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我说你说啥呢？他怎么会保护你？学校不会保护你的。然后嗯，但是我去分析他说的这句让我觉得很生气的话的时候，反而会想，他说的话不就是说明了学校就是 institution violence 的存在的原因吗？他就是这样子被教育出来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在别人说出来很冒犯的话的时候，我的经验就是会跟我自己说，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他就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珊珊，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 radical acceptance 的概念，就是其实，如果你想，当然实际上很难，但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是，如果要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的话，尝试着接受对方说的一切，就算你觉得这个说的很不真，甚至你怀疑他说的不真实，你觉得他记错了，或者你觉得他说的话跟你的三观非常不合，但是你先接纳这是他的说法，而且其实他
现在的说法和他过一天或者换一个情境下的说法也不一定一样，就是这是他此时此刻的说法，先接纳，就是这个有这个想法，就是自己心情可能也能轻松一点，就是把自己先作为一个接纳倾听的角色，把自己作为一个树洞的角色，然后特别在他能说的时候，就是如果他没有话说的时候，当然可能还是需要提一些问题来引导。对，对，而且，丁娜老师说的很好，而且往往是你在口述史当中，如果你的那个角色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角色，他觉得在你面前说什么你都会接受的时候，反而会让他们说出很多很多的话。就是你通过我想想看怎么说，你通过把自己的 positionality 放得非常非常的小，反而可以让他觉得说啊，我有好多主权，我想说什么都可以。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允许别人冒犯你来形成我们讲到说口述史，ultimately 很多时候你会冒犯到人，所以说通过你要允许别人冒犯你，你才可以更好的去通过回答可能不小心的冒犯别人。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对方触及到我的 boundary，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话，这件事情反而会让我觉得安心，就是对方觉得说，我们在场的那个氛围已经 OK 到他可以觉得说可以跟我吐槽很多事情，或者可以让我觉得让我觉得让他觉得我是可以很放心的聊很多事情的人，这是那种年轻女孩儿，然后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优势。哎呀，Vicky，这个倒是让我想到，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就是去做的时候也可以保护自己的能量了，就是因为其实如果自己的能量状态很差，或者已经失去那个能够去倾听和接纳的位置，而已经感觉自己被 trigger 了，开始 defensive，那其实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继续往下聊的状态，所以也会要关注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口述史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关注自己和对方的感受，而且其实关注自己的感受应该是第一位的，就是看自己是不是还在一个可以倾听、可以接纳的位置。如果已经不在那个位置，其实早一点结束，下次再尝试也没有关系。就是并不一定每次口述史都要讲满1个小时，讲满2个小时，这样并不是一定要这样的。对，就是其实关注这个能量流动的状况，以及保存自己的能量也是很重要的。说吧，于心。其实还是我，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 technical，我也想请教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比如说像 oral history，比如说刚刚你说你一共前后进行了3天6个小时，比如这个有具体的时间要求吗？还有就是像你说中间可以是说我只做一部分，然后中间再隔一段时间，然后再做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些有要求吗？还是说这些也要考虑到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对，好，就这个问题。当然没有要求了，你想做多久做多久，然后想做什么题材做什么题材。而且我们那个问题真的非常非常多，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只是供你参考的，你不可能你要聊完这些所有的话题的话，6个小时都不一定呢。就是还是要随机应变，然后他问什么话题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深究，你再就着那些问题聊。就包括像我外婆的外婆，在这完全不是在提纲里的内容，但是它完全是我们口述史的时候的一个中心。嗯。对，因为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我刚刚说口述史是一个比较尊重受访者主权，重点是受访者想说什么的项目，但是实际上也确实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更像传统史学的口述史项目，但我们并不是那样的项目。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所谓产出的或者结构性的要求，会希望你问完哪些问题，或者做多久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述史项目是比较 flexible 的。我们希望说真正把受访者的主体和故事放在第一位，所以所有的形式以受访者和你作为帮助受访者的人的感受为重心，并没有那种结构性的要求。这也是和一般定性研究或者所谓访谈最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还有，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就是我一开始在我以前在做采访或者做对谈的研究的时候，我在前期我会比较容易的评判我自，也不是评判，会 censor 我自己啊，有没有问对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会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如果得不到这样的结果，我要怎么办？然后就会发现，在这样审视我自己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重点不在我，重点在对，就是讲这个故事的人。所以我觉得让这个讲故事的人带着我去走，反而是一个更更让我有力气、有能量去听他讲话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会不太也不是不太，就是嗯。尽量提醒我自己，没关系，就是被他带着说，其实也挺好的。谢谢三三老师。我觉得对，也差不多了吧？大家还有问题吗？我们其实可以在群里聊。我每次做完口述史以后，都感觉很需要一个 therapy session，所以说我们可能有那个社群的一个大目标，也是我们做完口述史了以后，可以互相慰藉一下，一起哭一会儿。嗯，啊，对。一起哭一会儿真的太 queer 了。哎，我觉得现在的 queer party 真的，如果能大家一起哭，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场合。那我们感谢 Vicky 老师今天的training session。然后大家如果有朋友想做英文的话，其实今天是中文的 session，但是我们之后还有 Cambodian 的，然后还有 Bangladeshi 的 group 都愿意来做他们自己的，所以之后 Vicky 老师还会 host English session。如果大家有朋友不是中国背景的或者不说 Mandarin 的话，可以来参加之后的这个 English session。然后这个项目会持续的做下去，一直做到这个我们 younger generation 去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是 Positions Press 这个项目也应该会一直。像 Vicky 老师成为 senior historian 了之后，也会 train 新的等这个 着哪一 younger 天我 generation。们的子孙后代来采访我们。对，我们就愚公移山的精神，以这个 queer non-linear temporality 的视角，一直会把我们女性的生命体验延续到人类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那我们就今天感谢 Vicky 老师的 training，然后感谢点点老师，感谢慧老师，大家我们之后再见，拜拜，谢谢大拜家，拜，拉不拉，拜拜。再见。